如果长大了没有独立人格的话，他会变得很无能。你有能，现在你连班都不上，我闺女养着你，对吧？你，艾文，进屋睡觉。周艾文，进屋睡觉，立刻马上。老公。 妈，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我说什么了？不是我没明白我说什么了你，啊？这不话赶话吗？说到这儿，话赶话，这话您能这么说吗？您别这么看着我。现在这个状况呢，是我们家庭这个实际状况最好的安排，也是我们两口子决定了的事儿。您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也不需要您来考核了，因为第一，您眼见着心烦会累着您；第二呢。 您的教育理念确实有问题，会教坏孩子。第三，您会破坏我的夫妻关系。你说什么呀？我是你妈，你说我什么呢？我迫害你们夫妻关系？您不愿意，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在破坏我的夫妻关系。好，好，闺女，行，就是说我以前做的全错了，是吗？啊？ 我错了，我跟你承认错误啊！我以前全是上赶着，我错了。你们以后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还不管了，管不了。妈，老太太这么说我吧，我是做好准备的。你这么说她。 他可没做好准备，穿件衣服，赶紧跟他道个歉，追回来吧。我不觉得我错了，你是没错，但是你这话说狠了。您喝一口水，润润嗓子。今天说了这么多的话，我说的话多是吗？是吗？我话多是吗？我为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你们？不是，把我外孙交给这个周全儿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脑瓜子一脑瓜子汗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你看过《动物世界》吧？ 那狼为什么到了日子就要把狼崽子往外撵？那周全说的没错呀，要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呀，从思想上断奶。艾文需要，我们也需要。你不能这么事无巨细的来指挥我们，照顾我们，照顾我们。我们长不大，我们在那个残酷的丛林世界，我们没法生存，我们必须得自己长大。所以你到时候你就得把狼崽子往外撵。 你们也得理解理解我，艾文是我亲外孙子，他是周全亲儿子，我发誓是他亲儿子。你这死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能气死我！笑了，您总算是笑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妈，我真的需要你现在要相信我们。 鼓励我们，跟我们说一声好，我撤，我看你们的，我们需要你的鼓励。我会教周全的，不会的他能学会，他又不是傻子。哎呀，别有想说那些侮辱我老公的话，啊，不好。行了，回去吧，赶紧回去吧。
大狼崽子看着小狼崽子都不放心。哎呦，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也真的是。没事儿的，艾文现在肯定睡得可香了。那我走了，别生气了。我走了啊。小心点儿。劝完了，哄完啦，顺利吗？反正算是哄好了吧。来，怎么啦？哎，看看真正的高科技，哇，这么清楚呢？嘴上的小胡子都能看见。老公，你弄这个肯定是天下无敌了。哎，怎么从床上起来了？妈妈，我今天想跟你睡，这一次最后一次嘛。妈妈，我要跟你睡，就一次。爸爸怎么跟你说的？妈妈，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像奥特曼一样，要独立。奥特曼不跟爸爸妈妈睡觉吗？奥特曼肯定不会啊，他那么小，就一个人背井离乡到地球上来打拼。你不是想成为他那样的超级英雄吗？是不是应该像他那么独立呢？孙悟空也不跟妈妈睡，知道吗？你过来看，过来过来。孙悟空是从石头里来的。对啊，知道这个？看，爸爸在你的房间里边装了一个神奇的眼睛，它能放很大很大，所以你在这个屋子里边有任何问题，爸爸看见了就会第一时间冲过去陪你。所以不要害怕。你有一个天眼爹地。去吧，那一个人睡吧，好吗？听话。爸，你走路迈8字儿。哎呦，小贝人挺孤单的，看着怪可怜的。你更孤单，今天晚上又得自己赶稿子吧？没事，交给我，我也跟奥特曼一样。他大概3点左右起，你别忘了定个闹钟啊。早就定好了。这么棒。那我去收拾收拾。哎呀，我儿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呀？喂，你怎么样啊，圈哥适应的？哎呀，本来开头还挺好的，但是我亲爱的妈妈不出意外的挑起了战局。两个人谁也不服谁，斗得如火如荼。不过我妈老是打起周全，这个看不上，那个看不顺眼的，哎，我就怕她老这么着，周群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没了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啊，我觉得圈哥他内心其实挺强大的。没有认认真真谈过恋爱，更不要谈婚姻生活了。你是不懂的，你身边的那个人，他的状况是什么样？他现在刚刚失业，再怎么强壮坚强，他都是脆弱的。如果家里人在对他没有信心，挑这个挑那个，这人是非常难受的。我看见我妈这么挑剔他，真的挺心疼的，老想着有什么方法能帮帮他。哎，你说如果你跟阿姨说说呢？那毕竟是你妈呀，你跟她说什么？她怎么着她会听吧？我妈那个人挺难弄。他当然都是因为爱我们，帮了很多忙，特别辛苦。她就是爱来指挥，你懂吧？我还不能跟她说多了，一说多了她就哭，我还怕伤了她的心。慢慢来吧，我跟你讲，家里人这些关系啊，其实处理起来是很麻烦的。太难了，你太难了。不过难归难，车老师这个稿子还是我得催你。我写着呢，大姐。哦，那你继续加油。
怎么着，爸爸？正好有你在身边。干什么呢？乖，受委屈了啊！周爱文，不要哭啦！受委屈了。妈，你怎么还跟着哭呀？您别抱着他，你越抱着他越好。没错，你跟着起什么哄？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啊！我闹钟没响，一不小心不睡过了吗？一不小心睡过去了，那我宝贝受委屈了。他现在知道羞耻了，他尿床了，他伤心。你是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？不哭啊，乖。哎呦，你看你们这俩人，这至于吗？这样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说你弄这个摄像头有什么用？是能做家务啊，还是能叫孩子起床啊？一点用都没有，你弄这玩意儿干什么？你说，妈，那尿个床嘛，我们俩带他的时候他不尿床吗？什么叫周全这这么大的事儿对，啊？谁小时候没尿过床啊？你5岁的孩子，我还天天给上闹钟叫他起夜。丽丽，你听听他说的啊，他就是为了自己要睡个完整的觉，哪考虑这孩子的健康啊？我听见了吗？但我觉得他说的对呀，是不是应该培养他健康的生活方式？怎么着？他初中了，我们还在旁边给他上一闹钟，请他来起夜吗？然后18岁，我们还给他擦屁股啊。我错了，我说不过你们。乖，不哭啊，走，跟外婆过去啊。你爸爸妈妈这是嫌你麻烦啊，嫌你麻烦。妈，这话千万不能说啊，这不开玩笑啊，你这样才会对他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会有心理疾病的。我伤害孩子了是吗？我伤害孩子了对吗？好，你们好，我错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好，行，哎，怎么还认真了你？别拦着我！别，我错了，行周爱吗？文，我数3声，你要是再哭，就再也别想出去玩了。明天也不要出去玩了。干嘛呀？外婆，我不想哭了，我想出去玩。啊！哎呦！你手上它干嘛呀？全自动的。你洗完不得有人蹬出来吗？所以洗好之前，你都准备在这守着。不让我去哪儿啊？有情绪了。丢丢。一丢丢什么呢？说错了？怎么可能？闹钟吧，我根本就没调。我想赌一把，输了。不算输。哦，适当放手挺好的呀，让爱文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，时间长了，说不定有效果的。我以前也想这么干的，但我不敢，我怕我妈。于是我勇敢。所以你支持我是不是？支持啊。但你诚实的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好。你是真的想培养艾文的自主性呢，还是你也不想起来，你懒？都有。就知道你给自己找了一堆理由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让我妈小瞧你好吗？真好。好丑啊你！
别让我妈抓住把柄，我跟你讲。说，再说一遍。说什么？对的，否则的风就会把它吹跑了。好，给我。啥意思？我要等床单晾干，这样我的自卑会洗掉。好，我陪你。来，走吧。你知道这个床单干了以后，那个水分都去哪里了？被晒干了呀。对，晒干了以后，它变成什么了呢？从物理化学方面讲，应该是会变成气体或者变成云吧。水蒸气变成云，你好厉害啊！妈妈教你的吗？云呐，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水循环有形的结果，理论上是这么说的。它也是天空中的画作，每一朵云都是一个独立的图案。你看那朵云像什么？奥特曼，那个像胡萝卜，那个像宝剑。还有没有你觉得不喜欢的图案？我觉得最不喜欢的是那朵，为什么？还像臭袜子。爸爸刚好认识这朵云。昨天做梦的时候，他给我讲过他的故事，要听听吗？要。好。他以前吧就被这些宝剑呐，还有像恐龙的，还有像什么狮子大老虎的那种长得特别漂亮的云嘲笑，他很伤心，然后就流下了眼泪，眼泪呢变成雨水，落到地上。人们就打起了五颜六色的伞，那些五颜六色的伞呢，又组成了图案，有的像狮子，有的像胡萝卜，也有跟他一样像臭袜子的。他看到那些图案呢，就特别开心，他又笑了，笑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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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把自己给笑开了，他就变成了一张大床，一张特别舒服的大床。晚上呢，月亮婆婆就靠到他身上，并且还感谢他，说谢谢你哦，让我有所依靠，照亮夜空。美吗？爸爸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个故事呢？就是想告诉你啊，尿床是个自然现象，现在尿不代表以后还会尿。我们每个人呢，就像云一样，是会变化的。爸爸，但是这个云为什么又变成臭袜子？因为他想让我给你讲这个故事。那他为什么要让你给我讲这个故事？他想让我告诉你，不要为尿床而自卑，更不要为任何事情而自卑。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犯错误，不要害怕犯错误。爸爸，如果你能用云彩做一个游戏的话，你真是世界天才。爸爸不想成为世界的天才，只想成为你的天才。丢一会儿陈燕的2个文件，这个是周全的快递。周全？对，谁的？周全的快递。什么东西啊？食品。他离职了，退了。真的。
这个是刘刚的。你的，你帮我接一下嘛。我这忙着呢，你自己接。你不想吃饭了？哎呦，这接个电话还得我亲自。喂。啊，对，是送了一箱那个煎。什么？离职了？谁离职了？谁呀？谁电话？谁离职了？炒菜了吗？门关上啊！哎，这仨人走，一个菜多长时间了？1个多小时了，真费劲。咱也不赶时间，你让他慢慢做呗，好吃不就完了吗？太难伺候了嘛。哎，行，那么多话你就护着他吧。他是我老公，我不护他护谁？又听见我电话，周全儿，啊，你妈电话。什么？听不见，我给他拿，哎，你妈电话。哎，我给他拿，你别喊。我知道。妈的电话。视频。视频。哦。别接了，先别接了。行。怎么了？啊？他说不着急，他炒菜呢，一会儿再接呗。哦。闻着还挺像。周全儿。哎。来，你出来一下吧。来了，等会儿啊。怎么了？说有急事儿，躲不过去了，感觉。又来了。哎，不躲了，这么着。哎，围裙，头发弄一下啊。玩的什么神秘秘的？哎妈。你这是在哪儿啊？看着不像公司啊。我在家呢，今天调休。啊，怎么样啊？最近工作怎么样？是不是有什么变动？没有啊，都挺好的，挺顺利的。你胡说！一会儿你让我跟他说。哎呀，晨儿，你跟我说实话啊，你是自己辞职的，还是让公司给开了？是这样，爸，我跳槽了，我换了一个更好的公司，待遇比以前好。那听起来挺好的。好什么好啊？你这是好高骛远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干嘛？你说说，你原来在这个公司，好歹也都10年了，对吧？你现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你就辞职跳槽，你看着你现在好像是占了便宜了，实际上你失去了升迁的机会。你岁数不小了，一个人能有几个10年呢？哎，爸，有点卡啊，爸。爸。哎呀，行了你，干什么呀？这孩子还没去呢，你就开始给他挖沟。儿子不是说了吗？他找到了新的工作，感觉还不错。那本来生活压力就大，是不是还得养家糊口？你干嘛要骂他呀？我教育他呢，这是。你教育谁呀？谁要你教育啊？我教育他呢。那一个大男人做事你就得稳扎稳打，不能心浮气躁的。你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说，说你也不懂。妈要吃饭了，你干嘛去啊？不吃了，气饱了。你气什么饱？你别偷着去喝酒。妈，又怎么了？妈也有点担心你。
我想嘱咐你2句，不是你爸他那人就那样，说话不好听，一辈子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他是真的关心你。我不在意啊，无所谓，骂皮实了都已经。儿子，你悄悄的跟妈说个实话，为什么离开之前的公司啊？不是说那公司待遇还不错嘛，而且马上就要升职了。没有这个公司啊，我觉得就现在啊，你别按你们那个年代老是去要求这个时代，好就在那儿待着，不好我就换嘛，对吧？新的公司待遇更好，原来的那个公司呢，我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啊，或者我都不太喜欢，就是这样。真的吗？你这孩子啊，一贯都是报喜不报忧的。可是妈就想跟你说呀，这个到了一个新公司，那就要重新开始啊。真的很不容易啊！还有啊，要不你把艾文给我送回来，我替你们带一段时间吧。要不我去苏州？哎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妈，都挺好的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你这为这个事儿折腾这么大老远的，你还是好好陪我爸爸啊！好，妈信你，好好干啊，加油！好的，挂了，拜拜。他和罗宾一起骑自行车，一起往超市。罗宾每天晚上都会向月亮说晚安，他会朝着那颗最闪亮的星星送出一个飞吻。本杰明在守护着整个家，他的蜡烛一直在壁炉上燃烧着。罗宾一家再次沉浸在幸福之中，直到永远。爸爸，这个故事太感人了。爸爸，你再给我讲一个吧。咱不是说好了一天只讲1本吗？爸爸，我求你了，爸爸。为什么你老是要破坏规矩呢？爸爸。好吧。要这一本。你是我的朋友。你是我的朋友。鼹鼠小莫非常喜欢自己舒适的洞穴，他爱那用树叶做的 display 那 flash 的爸爸继续讲呀，爸爸继续讲呀，爸爸，爸爸继续讲呀。抱歉，我没有电了。我要回到我的星球去了。好吧。当我站起来，需要再充一点点电。Good night. 睡了吗？看什么呢？公众号的评论。我以前觉得我公号那些粉丝啊，可能都是80后为主，没想到95后、00后的小姑娘一大堆。有时候他们说的话可逗了，给你看一看。艾文仔仔好可爱，有没有姨母想组团偷娃的车带我一个？今天本老母亲又来云养娃了。催更。艾文太有魅力了，一堆妈妈粉。哎呀，些年轻女孩啊，天天的哪儿都有她们啊。什么呀？你得跟上节奏，没事你也冲浪，老婆干这个的，一点都不关心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下午跟你爸、你妈聊的怎么样？嘿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这个辞职的，但我没跟他们说，我就说我换了工作，我被我爸劈头盖脸的一顿骂。你说，怎就老那么跟他们撒谎啊？
一个谎需要好多个谎来圆，好累呀，老公。这事儿瞒不住的，早晚得穿帮，不然跟他们说了得了。反正你没意见，我没意见，我们弄得挺好的，做做工作呗，他们能怎么着啊？宝贝，你为我想过吗？我在家里面有你妈，2只眼睛1张嘴，我已经手脚不协调了。我怕我妈再来了，6只眼睛3张嘴，那我就螃蟹1叶爪8个，2头尖尖这么大的个。也是也是。不过老公，你没去说相声，我觉得特别可惜。哦对，还有个东西要发给你，就看我这个吧，一会儿你在手机上看。反正呢是我的一些经验和心得，希望对你能有一些帮助。哦，这个补给非常及时，太棒了，老婆，棒极了！你怎么这么了不起啊？哇！好了，我去写稿子了。在学习之前，咱们是不是能把正事办一下？那个是正事儿，你没看见人家说催更了吗？有什么事儿比我们的事儿更正的事儿吗？也就是2、3个小时的事儿。老公，我不喜欢你吹牛的样子。去吧。哎呀，扫眉打眼儿的，我尽量快点写完回来。别玩手机玩太久。哎，糯米妈妈，哎，你们家糯米的性格真好啊，这搬来没几天就跟别的小朋友玩成一片嘞。对，他挺温顺的，跟谁都能玩。性子随你吧？应该是随我吧。我上次给你们发的那个童装店，现在在打折呢，买3件打7折，买5件打5折。我觉得咱们可以赶紧去。行啊，拼一下。艾文，你好。艾文爸爸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艾文爸爸，这是然然妈妈，你好，月月妈妈，番茄妈妈，还有琪琪妈妈。对，你好。哎，艾文妈妈呢？他有事儿，忙去了，我带孩子。艾文爸爸真是好老公，好爸爸。是。没那么夸张吧？我带孩子怎么？哎呦，你就别客气了，已经很好了。就我那个老公啊，开个小破公司，从早忙到晚，人都见不着。你老公还能出去挣钱，他要是在家洗衣做饭。你这一家3口可喜可贺。你这说的也是啊。哎，我有个叔父啊，就是他窝窝囊囊在家带孩子，我婶一个人在外边工作，养一家子人。艾文爸爸，不是说你啊，别在意。没有，没事。人艾文爸爸跟你那叔父不一样，人家有工作，搞 IT 的，大厂的精英。艾文爸爸，对吧？大厂精英，那好厉害，这么厉害。我正好也是最近想换工作，然后辞掉了以后在家顺便带孩子。IT 那么赚钱，你怎么就辞职回家了呢？也不是辞掉，反正我也比较被动，就是。哎，对了，月妈妈，你昨天说的那个电影还挺好看的。哎，我老公要下班嘞，我回去做晚饭呢。好，行，那我一起走吧。行，一起吧，我也走了。好嘞，好。走吧，月月。艾文，咱们也走吧。好，玩一会儿。糯米，咱们也回家吧，糯米。我还要跟艾文玩一会儿。俩小孩挺好。艾文爸爸。就这些妈妈，其实人都不坏，就是比较八卦。他们说的话，你别太在意啊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情况，刚才也是怪我多嘴了。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完全没事。他们俩这个，好像社区里边关系最好的。是的，之前一起玩过嘛。对。
小九。哎，老公，今天那么早？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艾文爸爸，咱们之前在那个度假村一起吃过饭，有印象吗？有印象，是不是大厂精英啊？没，谈不上啊。你不回家做饭吗？不是，正好碰到了。最近艾文爸爸在家带孩子，我们正好交流一下嘛。对，我临时，我这个最近换工作了。哦，按你这种精英找工作应该非常好找啊。那也不是，我还在寻找中，顺便这不是带孩子吗？带孩子挺好，都说你们这工作卷，996、007的，在家陪孩子挺适合你。糯米，咱回去了，别玩了啊！糯米走了啊！哎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就那个付款。艾文，拜拜，艾文，跟艾文拜拜吧。走了，艾文。就是一条视频吗？我回头跟我老公商量一下。好，那这么着，哎，拜拜。玩的怎么样？可以。开心呢？我玩的很开心呀。没有说你，宝贝。换鞋吧，快。脱光光，洗澡，爸爸也去换衣服啊。好的。这回搓的舒服吗？舒服。是不是？爸爸。今天小朋友们都特别羡慕我，因为只有我是爸爸带着出去玩的，其他小朋友都是妈妈和外婆带着出去玩的。哦，是不是？爸爸，他们说你是全职爸爸，什么叫全职爸爸呀？全职爸爸呢，就是不用上班，然后在家带孩子、做家务。那也太好了吧，爸爸，你能不能一直当全职爸爸？这样你不用工作，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可以一直在家陪我。睡啦，老公，咱把昨天那2、3个小时补回来呀。我今天特意把稿子都提前全部写完了。我今天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进门我就发现你不高兴。谈不上不高兴吧。聊聊。我吧，就是有点不明白，这院里的妈妈们，她们为什么这么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？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声音还是对全职在家这一方是不友好的，这就是一个现状。但我真的没有过这种感觉，我全职的时候还真挺开心的。我做这个全职爸爸哈，之前这些心理准备是有的，咱俩都说得好好的。但是我还是没想到啊，这个外界给的这些东西啊，还是让我有点招架不住，也不是说招架不住吧，就有那么一点点别扭。我跟这些院里的妈妈交流的时候啊，就感觉那个他们的丈夫，尤其是有一个，就看我那个眼神啊，说好听了是2等公民，说难听了就是钻进女澡堂的变态。谁呀这么讨厌？就糯米他爸呗。哎呦，那个男的你，反正我第一次我们玩的时候遇见他的时候，我就好不喜欢这个人。是，我也不喜欢。哎，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人，有什么难听的话说你啊，那种
不友好的眼神看你，你就给我骂回去。不是，其实最关键的是，我怕艾文认为他爸爸是个失败者，是因为失败所以才在家待着的，这个是我最担心的。你一点都不用担心，这个是可以跟孩子说得很清楚的，这是爸爸的选择，而不是说爸爸只能这样。爸爸选择在家陪伴他，照顾他。你看他今天回来多开心啊，对吧？这个你一点都不要担心。而且老公，不仅仅你是在家里有价值，我在外面赚钱也特别需要你们。哦，我今天接了一个，算什么广告视频吧，但对方呢，也是一个学习机，对方希望艾文和你也能出镜。多少钱？10万。一秒钟10万。所以我就觉得外面那些人不要管他小事，咱们在家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没错没错没错。哎，老婆，我好像又来精神了。你去哪儿去？ 2-3个小时我能补回来。你滚！走。小王，什么时候有心？你刚才是你自己拒绝的。你说你心有余。就跑去1个小时，咱们聊天了，还有2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周强，我告诉你，这爸爸当的说句心里话，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。我怎么不负责任？你说你怎么不负责任了？说好了学习是要交给我，教育交给我，1天20个生词，你同意了吗？当时我是同意了。制定好的规则为什么要打破呢？我怎么打破了？你的什么规则呀？我跟你说，孩子得休息，孩子得觉睡2个小时足了。午觉，他就是休息吗？你看孩子困的样，说明没睡足，知道吗？他分明在逃避。他怎么会逃避？因为他想逃避责任，他就是不想背20个单词。不是，他现在我们制定好了规则，然后他。 哎妈，你这动手可就没意思了。我是想动手吗？我跟你说，没有你这样的。我想说话，你不让我表达呀？不讲道理。我怎么不讲道理呀？我宝贝儿困了，他需要睡觉，你不能不让他睡足了。他睡2个小时就是在逃避。如果我们制定好了规则不去遵守的话，那制定规则。我跟你说，他睡2个小时以后。妈妈，你看小红花真可以，给你带一个吧。 好呀，他睡不睡了？你晚上就让他睡晚了，就因为你让他睡晚了以后，这孩子才会这样的。对了，妈妈，外婆和爸爸在吵我没有让孩子这样过。没吵，他们在讨论事情。我根本就没让孩子。你这个能不能接妈妈玩一会儿呀？那你进屋，等他们讨论完了你再出来。去吧，看书去。就得掰扯清楚，你不掰扯清楚，当然就掰扯清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不能这样。门一高了以后，再拿手一指人就特别不礼貌。你才比划我呢，我是长辈，你是晚辈，你就听我比划你。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这比划，我没比，我是长辈，你是小。干什么？我在这儿坐着干嘛呢？你们是想让我来做一个评判的，对不？我能插得进去1个字吗？我说2句呗。啊？说。不管对方做的怎么样，发心都是好的，你们俩承认吧？都是为了孩子好。那讨论半天没有结果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好，这个呢是个小印章，可以盖小红花。以前都是大人给小朋友来盖，这次我们让孩子给大人盖，好不好？让艾文自己来决定你们俩谁的做法他更喜欢，更适合他，可以吗？我觉得还行啊，玩吗？玩吧。孩子这事是吧？他哪儿？艾文。艾文，来，外婆和爸爸讨论完了。外婆、爸爸妈妈今天要交给你一个神圣的任务，你愿意接受吗？愿意。刘姐1票，刘姐1票，刘姐再1票。来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喜刘姐全票通过，鼓掌。你是没看你今天那个现场，我天哪，绝了，真的。哎，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，放着互联网不写，其他的什么都写。可是好多新兴行业好像不是这样的。我问了很多朋友，不论是那种
开网店的，还是做公众号的，其实人家特别简单，你行就行，你不行就不行。不像我们这个出版社，哎呀，弯弯绕子，简直了。行了，不说我了。你妈跟你老公那事儿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妈呢，一直觉得她最大的优势就是艾文依赖她嘛，喜欢她嘛，当然喜欢她，她惯着她嘛。我就想了一辙，小红花大战，我让艾文自己决定，他觉得谁待他比较好，谁做的事儿让艾文开心了，他就给他一朵小红花，最后看谁的小红花多。那不行啊，那权哥不就完了，输定了。小看我老公了，通过这几天的观察，我觉得他挺有带孩子的天分的。艾文变化很大，真的，比以前要讲道理多了，独立自主多了。我想通过这段时间让我妈心服口服，彻底的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上退出江湖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以我这么多年当全职妈妈的经验，我会从背后帮助周全的。我还不信了，我们2个人斗不过我妈一个。其实我这样对我妈，我觉得我可影响，但我没办法。我说的话你们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我会把小红花带给表现好的大朋友，我会公平公正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重复一遍。你会把小红花给表现好的大朋友，你会公平、公正。妈妈，我的记是对吗？长吧。你有点垮，儿子。你有的时候还是应该再认真点。你中间想笑，你知道一个大将他很有风度的，在训话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。我们挺好的。你知道吗，宝宝？就是你那个小红花盖下去要有威严感，你现在有点。来，你站这儿，爸爸给你来一遍你的那个。不买孩子挺好的，过来，宝贝儿。睡觉去！吓死我了！烦人，这孩子。一秒过关。没悬念啊，这把外婆赢定了。一把归饲料，我赌小周赢。妈，你怎么还织上毛衣了？啊，给谁织的？艾文啊？哎呀，不是，难不成把我给想起来了？想得美，不是给你。这是给谁织呀？这么一点大，这什么呀？嘿嘿嘿，想知道？啊？什么？你可太行了嘛！好吧，手艺确实是不错啊，最关键的是心眼可真多呀。那不行啊！你出的馊主意，你说的要小红花大赛，我是要不想点招，我要输周全，我多丢人呢！我得问你个问题，啊，我跟周全比，你站在哪边？那肯定是站周全啊。不是，我这个立场我一直都非常明确，对吧，妈？但是我很佩服您的这种智慧，啊，我支持您靠本事赢得更多的小红花，加油，妈，你绝对可以。他弄不过你，他没有这个脑子，您心眼多多呀，是不是？加油！你这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，简直是。老公，你站这琢磨什么呢？我妈给奥特曼织上毛衣了，你对手很强大，知道吗？那我回头给奥特曼订套西装呗。我跟你说真的呢，你想想辙，你到时候再输给他。怎么可能呢，老婆？妈妈这次会输得很惨，无论她付出再大的努力，她也感动不了艾文。那您有什么招？看。摩托车啊，这玩意儿安全吗？绝对安全，而且价格不菲。
要是安全的话，艾文肯定喜欢。贵就贵点呗，咱家现在挣钱。老婆，我这次要压倒性的赢妈妈，我1分钱都不会让咱家掏。那原意给这个厂家带过货。袁毅，我到时候把这摩托的照片给你发过去啊。我给艾文买了一个小摩托，现在没货了。我知道你给他们带过货，你帮我问问能不能搞一辆，然后多少钱我给你啊。你千万别自己付啊，不用你送啊，不用，真不用。你这脸不红心不跳的，不用，真不用。他给我回了一个老流氓。你看，人家就知道你想干嘛。你把那老字去掉行吗？妈妈这回输定了。妈，咱可说好了公平。我很公平啊，我不公平吗？这把我肯定让你赢，但是你得给爸爸盖个章，我还可以再奖励你2个奶酪棒，漂亮。哎呦，我输了！无耻，极其无耻！您在这儿干嘛？我在这擦地呢。真没事，快把眼睛闭上。叮，哇，给我看小红花。你就不卑鄙吗？你干什么？散步。死我了！丽丽，刚才是作弊，刚才的小红花不算啊。爸爸，你骗人，这根本不是西瓜汁，这明明是白水。怎么可能呢？明明是白水啊！果然是。艾文，你去穿鞋。妈，您这个西瓜汁打好之后不能超过10分钟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让他10分钟之内喝完呢？哼，这是给孩子带了1下午的水。那西瓜汁到底要不浪费吗？我喝了。你中计了。艾文，你外婆把西瓜汁喝了。外婆，我要扣掉你离婚的话。妈都不能这样，咱得讲点道理。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你这是使用了卑鄙的手段。艾文自己选的，要给你扣掉，你就不。你快来！哇，小红花的魔力，又是一篇10万加。我看你现在这个阅读量基本已经稳定了，45入可以算是一个中型媒体了。怎么了？已经开始宠辱不惊啦。那我再跟你说一个重磅消息，因为你的书一直持续蝉联各大畅销榜单，出版社决定再次加印。哇哦！好棒啊！南京那边有个女性的论坛活动，邀请你去做个演讲，想让你分享一下当代精英女性的心声。精英女性，谁？我吗？我现在是精分女性，还差不多。你这就精分了，不是还要挨到暑假吗？你就不知道我妈跟周全在家都什么样了，对一个孩子，坑蒙拐骗的招全使上，我只能借着码字儿躲到咖啡厅里边，能稍微清闲一点点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过上了一部分传统男性的传统家庭生活。一下班就说不回家啊，然后一问就说在加班，只不过他们在车里坐着，你在咖啡馆里坐着。能不能不拿我打岔了？你替我出出主意行吗？
你真问对人了。对对对，精分的并发症出来了。你出了一个好主意，让我做主意。对，我这篇10万加的稿子绝对是拿我血的教训换来的。要不然再流点血，把那演讲稿想想。莫棉姐，你能稍微有这么一点点人性吗？写，这样我给你打开。赶紧给我写起来啊！哎呀，累了吧？这段时间为这个小红花啊，我也累，妈也累啊。本来刚一开始就觉得是个游戏，妈呢越玩越认真。她一认真吧，我也想认真了。我觉得这不能光是一个游戏，我希望通过这个游戏证实我的能力。我在工作岗位上，我上班的时候，我可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员工，我回家以后也照样会是一个优秀的全职爸爸。我想让妈知道。而且这段时间，通过我对艾文的观察，我发现了她身上好多的优点，也有一点点的缺点。我会通过我的本领放大她的优点，改掉她的缺点。汇报完毕。我还以为我给你们出了个馊主意呢，还想说要不要去跟妈妈说，就别比来比去的了。不，要比，要玩。老婆，你很伟大。真的吗？你扛得住啊？扛得住。我们累点没关系，你不能垮，你垮了，咱们全家都得吃西北风了。我怎么会垮呢？过两天我要出差，有一个论坛的活动，那你跟我妈单独在家相处没问题，对吗？你怎么那么棒啊？好累啊！给我掐掐头呗。啊，舒服。妈妈，这个送给你，一朵小红花。这是我和爸爸一起做的小红花，送给我最伟大的老婆。还有送给我认真工作的妈妈。谢谢你儿子。那我呢？没人谢谢我吗？来，我们谢谢爸爸一起。不完美。这个好漂亮呀，做的。对，我左边脸刷机会好看，英语可以加重一些。赵老师，我看您今天妆有点淡，您看其他几位老师妆都还挺浓的，要不我给您稍微加点口红？加个什么颜色？加个稍微红一点的吧。哇，这个太红了，不用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。哎，好，那您看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，挺好的，谢谢你。没事。麻烦帮我把头顶搞蓬松点，修饰一下我脸型。好的。哎，老婆，你不是在演讲呢吗？这么快结束了吗？还没有开始呢，我紧张死了。紧张什么？我老婆是最棒的，人还漂亮。给我看看我儿子。啾。妈妈，你看。什么呀？你这个放家里不夸张吗？儿子想去露营嘛，我们先演练一下。怎么样？这还是最小的呢，挺好看的。陈老师，哎。
带孩子全都是细节。没事儿，你不适合迎难而上吗？我跨领域，我真迎不上去，不行，但也没办法，老婆挣的比我多，我这一时半会儿的也找不着合适的工作。小心了，掉头回来，下楼梯了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嫂子那个事儿吧，我给你觉得是运气，跟运气好，你也别太放心。他也不是，他有能力。再一个呢，有的时候运气确实也比能力强。你运气不挺好吗？遇上我了。对，没错，还有摩托车呢。可不能。非常感谢我们空调女王带来的精彩演讲。接下来将要出场的这一位也非常的厉害，她是备受瞩目的畅销书作者，也是公众号上家庭与事业兼顾的精英女性。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车厘子老师为大家分享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车厘子。我现在好紧张啊，真的。我其实写了一篇演讲稿，我很认真的写了好几千字呢。但是我现在一个字都不记得了。那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生活里的故事。就是几个月前，我是一个全职妈妈，兼顾网络上的写手。我老公是一个程序员，他的工作很忙。但是现在呢，他是一个全职爸爸。我开始了创业，我就把家庭和孩子暂时彻底的全部的扔给了我老公。当然，我也做好了被他抱怨的准备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前段时间他跟我讲，我们一起做的这个决定，我不后悔，我也不担心，我也不紧张，因为以后还可以再去赚钱。但现在如果我再不陪伴我的孩子，他就长大了。母亲总是比较习惯于跟孩子说你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应该，但是男人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孩子去交流。前段时间我儿子看见我老公在喝咖啡，他就非要喝。以我的方式，我肯定是跟他讲你不可以喝，然后跟他讲道理，你为什么不可以喝，不管他怎么哭闹，毕竟是黑咖啡，他怎么能喝？但是我老公他的处理方式是看着我儿子问他，你真的很想喝吗？但是爸爸告诉你这个不好喝，你还是想试一下，对吗？我儿子点点头，然后他喝了一大口，瘪着嘴就哭了，说这个好苦呀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向我的老公提出过这样的要求，也避免了他当时的哭闹。总而言之，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我先生的敬意，也非常感谢他这段时间对我的付出。我觉得这是我今年收到的最实在的、最棒的、最美好的礼物。当然，我不会一直做一个甩手掌柜。一个孩子的成长一定需要父母双方都参与。我决定跟你们聊完之后，我要回去好好的陪我儿子玩一玩。谢谢大家。老公，你怎么不回我电话呢？我想跟儿子视频，你在干嘛呢？Hello， 孟菲菲。咦，我听你这个声音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是的，是我上台就忘词儿了。那什么情况？整段垮掉了？我一上台，我看到下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，慌死了。情急之中，我只能把周全带娃的故事讲了一遍。我这儿还没跟周全打招呼呢。哦，所以你就聊的是这个？应该是有点炸。因为我一下台的时候，一堆人围着我要签名、要合影什么的，那个工作人员就像偶像大明星一样，就挡着那帮人。哇，那太好了！我天哪，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一刻这么感谢周全。还有更好笑的呢，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：“车老师，你现在是个名人，你应该让你的公司给你配个助理。”我心想说：“我上哪儿有公司啊？”那你不能这么想，你现在可是个当红作家了，有公司有助理，这是早晚的事儿。
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说让我自己弄公司吗？你可饶了我吧！我现在这样，我都觉得我是走了狗屎运。弄公司这么复杂的事儿，你觉得我搞得定吗？那我当初劝你写小说、写公众号的时候，你也觉得自己不行。你觉得你现在行不行？唉。儿子，你看啊，这个呢，外婆跟妈妈都不让你轻易的碰，但今天你可以做一个男人尝试一下。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电呢是通过铁传出来的，如果你手摸在这儿，这样进去就必然会被电死，而且一电就吸在一起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你怕不怕危险？所以呢，避免危险，你就只能钻这个塑料的地方。OK。然后插进去的时候呢，不要就比如说插不动的时候，你也别用手去，绝对不能碰那个铁片，明白吗？好，自己插一个试试。你拿这儿行吗？哎呀！哎，来放下。不能动这个插销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太危险了啊！小孩子不能动啊。妈，我正在训练他，让他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自己插插销。如果不告诉他这些原理的话，那会出事儿的。周全呀，我告诉你，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危险。你这个电源，你现在让他拿着玩，万一哪天他自己出了电，可怎么办？我没让他拿着玩，我就是想我让他自己插进去，这样以后我就别让他碰这儿嘛。我再跟你重复一遍，孩子没有危险意识，不能现在告诉他这些。你说实话，周全，自从你带了这个孩子，今天不是打枪，明天就是射箭，全是危险动作，还要带孩子去骑那摩托车。哪是孩子想玩这些，肯定是你。我跟你说，你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孩子出什么危险，我跟你算账。好，完事儿。行了，走。昨天晚上这周全啊，让孩子拿着插头往插销里插。你说小孩子他对危险哪有概念呢？你出了电可怎么办呢？妈，是每个人带孩子有自己的方式。艾文是个男孩子，周全最近不是带的挺好的吗？我觉得他肯定行，你别那么担心，好吗？在这儿绕圈，越野一下，别撞人，艾文。好的，妈妈，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，我提醒他，好吗？你很快就能见到你闺女了，拜拜。老公，你是带着艾文在院里玩吧？他在玩什么？小摩托吗？小摩托，我的小摩托，我的小摩托。对了，还有个事情我要跟你报备一下，就是我这次演讲的时候我太紧张了，情急之中我就讲了咱们家的事儿。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，我抱歉啊，你不要生气哦，爱你哦，很快就回来啦。我也爱你，老婆，老婆加油，我们等你回来啊。喂，我是，对。不哭，你说你这么大人，你怎么带的孩子你啊？你看看，你怎么能带成这样呢？我就说不让你带这孩子，听吗？啊！你说你带孩子，你好好带孩子，你看什么手机啊？我说我看这孩子，你们说不信任我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你这样大喊大叫的对孩子不好啊！真对不起，大夫，对不起。您千万不要着急，孩子啊，他的骨头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
同时呢，我是看他伤口比较深，我就给他缝了11针。现在哭哭闹闹也是正常的。11针，好，没事。看到了吧，你就破相了呀！别吵。医生怎么说的？缝了11针的大口子，给您递病吧。我这孩子血流了，心疼的我要能替孩子疼，我替孩子疼。我带孩子的时候啊，我让孩子流过一滴滴的血没有？怎么一会儿他带？你看给孩子弄的。妈，您真的别再抱怨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这样你们不信任我是吧？你明天得回家带孩子，你不能把孩子再交给他了。妈，你别说话了行吗？先别说话了，我们自己能处理。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求你别说话了。我们在啊！不走。老公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，很自责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聊一聊，看看这样的事情以后怎么避免发生吧，好吗？没法避免，该发生的总是会发生。什么叫该发生的？为什么没法避免呢？你看着他点，他就不会冲出去啊。那你跟我说说怎么避免？再多用点心，他只有5岁。怎么多用点心？我已经道歉过了，我不该在孩子玩的时候接电话，这是我疏忽了。妈也把我骂成那个样子，但是我要说我不接电话，孩子就不会摔下去吗？他骑的是摩托，我不接电话，我要一直在他边上跑吗？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啊。森林安全，有吗？那别的孩子让他玩这么危险的东西啊？那你们不怕他成为娘娘腔吗？你在胡搅蛮缠吗？一个摩托有什么危险的？别的孩子不都在那玩吗？那他是不是出事了？是，那他在这儿赶上了。没关系，戳眼睛呢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有人睡在家里边，卡车都会开进来把他碾死，怎么避免呢？我还要做什么呢？他是个男孩，是结果很严重，让你们很伤心，我也很害怕。但是已经发生了，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埋怨我呢？我在埋怨你吗？你不是吗？我刚才上来就说了，我们聊聊怎么避免这样的问题。我有埋怨过你嘴是这么说的，对，但结果你怎么避免？你告诉我怎么避免？你不是还是在控制我自己的情绪？你不是想让我承认错误吗？我承认了还不行吗？承认错误，承认错误有用啊。那怎么避免？你告诉我怎么避免嘛？就再多看着他点儿。我怎么多看着？我就把它拴在我的裤腰上吗？那你带孩子的时候他没受过伤吗？他有这么严重的伤吗？是啊，因为你没有带他。我还是个女的，我能看得出他，你看不出他。看不出，所以就不适合做这份工作。还是现在说这个话是吗？当时是我们俩一块商量好的。是我们是一块商量好的，但是以前你带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出现任何问题，我不会这么责怪你。我责怪你了吗？车丽，我有一半是因为要支持你的工作，我喜欢你开开心心的去施展自己的社会价值。如果是，哎，你好，
哎，我是。好，可以。那麻烦您把地址挂了电话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处理点事情，您把地址发给我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什么叫支持我？你不是被辞职了吗？家庭分工不同了，我出去工作了，你在家带孩子，怎么叫支持我？不然应该怎么样？你永远都有理，你永远都是对的，我永远都要在你后面跟着你，服侍你，是吗？我在家当了5年的全职妈妈，我不是在支持你吗？我是找不到工作吗？凭什么是我应该的？你找得到工作吗？我找不到工作，我以前没有工作吗？你在说什么混账话？我没有工作是吗？那你的工作呢？是你辞退的吗？我至少不是被别人辞掉的，我是自己辞的。哇，漂亮！我会证实给你看，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。车丽，以后你带孩子。凭什么？醒了，儿子。疼吗？还行。白文，你真棒，真坚强。你要疼的话，想哭就哭，没关系的。爸爸说了，男人不能随便哭鼻子。你现在还是个小男孩，要疼了，在妈妈面前可以哭，没关系。我不是小男孩，我是男子汉。爸爸说的啊？对的，爸爸说的。妈妈对不起你。我自己摔的，不怪你。那也是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呀。不是给爸爸照顾我了吗？那就是爸爸没有把你照顾好。爸爸照顾的挺好的。爸爸呢？回家拿东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真的觉得爸爸把你照顾得很好吗？真的，我跟爸爸玩的可好了，都是男人跟男人的游戏，特别开心。妈，我觉得你应该表扬爸爸。我应该表扬爸爸。这我得问您，真是麻烦您了啊！就这个药膏，是抹这地方伤口的哈，我这一天要多给它抹一点，是不是就不留疤痕了？留不留疤，这个您得问问大夫。哦，哎，好，真是打扰您了啊！谢谢啊！我第一喜欢妈妈，我第二喜欢爸爸。我第三喜欢外婆。以前不都第二喜欢外婆吗？现在为什么第三才喜欢外婆了？我和爸爸玩得可开心了，而且我现在能自己吃饭、自己睡觉了，不需要外婆帮忙了。艾文，你听着啊，你第一喜欢妈妈，妈妈很开心，但是呢，你刚才那样说是不对的。你不能因为别人能为你做什么事情，你才会去喜欢他，这样会很功利。你懂什么叫功利吗？没关系，长大一点你就会懂。但是妈妈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跟爸爸、外婆还有爷爷奶奶，我们都非常爱你，因为我们是家里人。
你也要同样爱他们，不要去分什么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但我还是最喜欢你和爸爸。外婆总是不让我做这个做那个。外婆那样是她爱你的方式，你不喜欢，你可以跟外婆交流，但是不能说因为她不能为我做什么了，所以我就不喜欢外婆了，这个肯定是不对的，对吗？对的。真好，儿子真懂事。艾文今天跟我讲，说妈妈，你该表扬爸爸。